這幾年你應該不止一次看過這些標題：每月投3000，年化7%，40年後財富自由；月存5000，未來1000萬不是夢；靠 ETF 只要一點點錢就能退休。這給我們一種美好的想象，我只要花少少的錢就可以累積到很多很多的資產，然後開始過自己夢寐以求的生活。有點遙遠，但感覺又不是做不到。問題來了，這麼美好的境界真的做得到嗎？還是根本是一個包裝精美的大騙局？這一集我會結合心理跟實際的運用，幫你分析這些說法是不是在唬爛你，以及對現在的你而言，最好的做法是什麼？照做之後你會看到什麼成果？這些我今天會一次講清楚。影片開始前，請先幫我點讚，然後訂閱我的頻道，然後再幫我點個推播，幫影片推散出去，讓更多人一起享受到美股的美好，一起靠美股 ETF 賺大錢哦。另外，我的會員跟超級感謝也開通了。如果有能力，也覺得我做得還不錯的話，歡迎加入頻道會員跟小額贊助，每個月會有固定深入探討的影片哦。歡迎回來，我是 L， 這裡每周一都會分享投資美股跟美股 ETF 的心得跟教學，讓你在投資美股的路上能夠順順利利累積到你該有的財富。這類標題之所以會很受歡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它的邏輯簡單到讓人覺得我也做得到。你不需要很高的薪水，不需要很強的財經背景，更不需要承擔太大的風險，只要每個月固定拿出幾千塊，然後時間自然會替你完成剩下的事。對於剛出社會的年輕人，覺得生活被現實壓得透不過氣的小資族，或者是在財務道路上迷惘的人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訊息。它像是一條通往財富自由的捷徑，而且門檻看起來很低，每個月幾千塊而已，誰不想試試？這也是為什麼這類推算能得到大量流傳，吸引成千上萬的人關注。太多人渴望看到一球容易、穩定、人人都辦得到的財富方法，而這些推算剛好滿足了大家的心理需求。然而，矛盾也從這裡開始。你看到這些推算時，心裡很容易產生兩種完全相反的情緒。第一種情緒是期待。你會想，如果它是真的，那我未來是不是也可以靠這種方式一步步變有錢？我是不是也有機會不用靠運氣，不用靠家庭背景，就能打造一個還不錯的上半生？但幾乎就在下一秒，另一種情緒也會出現，那就是懷疑。你會開始質疑，真的有這麼好康的事情嗎？如果這麼容易，那為什麼我身邊沒有很多人靠這個方式變有錢？我現在薪水也不是很高，真的能靠每月幾千塊就能退休？你知道複利很強，但也知道人生沒這麼順利。你知道 ETF 長期向上，但也知道每年不可能都長一樣。你知道定期定額可行，但也知道生活永遠不會按照公式在走。這種一方面很想相信，一方面又很怕被騙的心理，就是這個議題最核心的情緒張力。你可能曾經被這些推算激起希望，以為自己終於找到一條可行的道路，但你也很可能因為現實的壓力、收入的限制、不確定的未來，而對這些數字產生不信任。所以如果你也曾經有這種情緒，甚至想要相信這件事的話，請簡單留言想知道。因為接下來我要來分享我自己最深切的看法還有真相，這些是多數財經專家沒有告訴你的。有個很殘酷的真相是，多數人根本做不到。聽到我這樣說，你應該會覺得很失望，不過這其實是有根據的。而以下3個真相是我根據過去的經驗還有身邊的朋友經歷匯總而來。第一個真相，推算太理想，現實太殘酷。關於每月幾千元就能達到財富自由這件事，最大的盲點就在於大多數推算都建立在一個過度美好的世界觀裡。這些推算假設未來是線性的、穩定的、可預期的，但現實世界並不是這樣走的。首先，很多人以為退休需要1000萬、1500萬就夠了，因為某些節目、某些文章常用到這個數字來當例子。可是，你只要稍微想深一點，就會發現這幾乎不可能足夠。通膨是你永遠逃不了的敵人。10年前的100萬和今天的100萬價值差多少？再想想20年後呢？如果你現在覺得東西貴得吃不消，那幾十年後的生活成本會讓你更難承受。除了通膨之外，人生多很多必然會遇到的開銷，都遠超你在 Excel 裡看到那些優雅圖表，像是醫療費用，年紀越大，身體機能越弱，
你越會明白什麼叫做醫療花費無底洞。再來是房子，你想要有自己的空間，想成家立業，這些都不是幾百萬可以解決的事情，更不用說孩子的養育費。小孩從出生、托嬰、安親班、才藝、課後班，這些花費根本就不是推算裡的小數字能涵蓋的。而你以為推算裡最大問題就是金額太低嗎？其實還不是。最不切實際的一點是那些推算假設報酬率每年都固定，資訊裡常出現的 7%、8%， 其實是長期平均報酬率，不是你未來每一年的保證報酬。你可能會看到 VO 或 VTI 長期平均有 10%， 或看到 QQQ 長期更高一些，但這不表示你每年都會拿到這樣的報酬。真實世界裡，有些年份會大漲，有些年份會大跌，有些年份甚至是負6%、負15%。市場不是機器，報酬率也不是線性的，它不會按照你的退休計劃溫柔的走。推算之所以看起來簡單，是因為它把不確定都藏起來了。它不會告訴你某一點下跌 30%， 你的心態可能會大崩潰。它不會告訴你報酬率連續3年低於預期，那個差距有多驚人。它也不會告訴你人生裡會遇到什麼突發事件，讓你不得不停扣、減額，甚至賣掉投資。所以第一個真相其實非常殘酷，不是推算錯，而是推算太美好。美好的部分是它讓你看到希望，殘酷的部分是它忽略了人生與市場所有的複雜性。如果你只跟着模型走，你會以為自己只要每月投幾千就能輕鬆退休。但如果你把現實考慮進來，你會發現真正的世界比你在表格裡看到的數字要難太多。第二個真相，收入與生活太吃緊。在那些推算裡，你會看到一句常見的話，每月存3000、5000其實不難。但真正走在現實裡的人都知道，這句話說起來簡單，做起來比想象中困難太多。先從最普遍的狀況開始，現在台灣年輕人剛出社會，薪水若算3萬到4萬之間已經是常態。在這樣的薪資結構下，你扣掉房租、交通、吃飯、手機、保險，月底能剩下多少？有些人甚至不敢想剩多少，因為每個月能撐到月底不用借錢，就已經是運氣不錯的狀態。你要他們從3、4萬的薪水裡擠出3000、5000投資，理論上看起來不會太痛，但實際執行起來，有時候真的會讓人喘不過氣。生活的成本不是模型會幫你安排的，而是每天打在你臉上的。而你可能會想，那等我薪水變高一點就好了吧？但人生沒有這麼順。到了中年，開銷反而變得更大。你可能結婚、買房、照顧孩子、照顧父母，薪水雖然比剛出社會高，但花費也以幾何級數增加。孩子的奶粉、尿布、幼兒園、補習、才藝，每樣都是月月花，沒有商量空間。父母年紀漸大，健康問題也開始浮現，醫療費用不是你能控制的。看一場病、做一個檢查，都得上千上萬。而你自己也不是鐵人，上班、家務、生活，每一項都會吸乾自己的身心靈，情緒還要自己消化，薪水卻不一定跟得上壓力的速度。在這種生活節奏裡，要你每月固定擠出幾千元，不但不容易，甚至常常會逼自己到一種勉強過日子的狀態。這些都不是推算模型會考慮的。模型裡沒有你突然生病，沒有你突然被裁員，沒有家裡出狀況，沒有孩子在某個月份突然需要一筆費用。模型裡也不會告訴你，你有時候會想放棄，想偷懶，想放鬆，想逃避，只因為你是個正常人。大部分的人不是不努力，而是生活太吃緊。你的生活預算被現實固定住，真的沒有太多空間可以彈性運用。想投資，只能等之後再說。那些推算之所以看起來簡單，是因為它假設所有人都處在一個可控制收入、可控制支出、可控制變數的狀態。但現實世界最殘酷的地方就在於，生活裡的很多事情都不是你能控制的。你無法控制你的家庭背景，無法控制你的出生環境，無法控制父母是否需要依靠你，無法控制公司會不會裁員，甚至無法控制自己能不能遇到好主管、好環境。所以當推算告訴你每月投一點點，未來就能財富自由時，你會覺得有點矛盾，有點心酸，甚至有點無奈。因為你知道你也很努力，但生活就是不讓你那麼輕鬆。如果把人生照着模型走，每年乖乖投固定金額，沒有變動，沒有事故，那確實沒什麼問題。但問題是，人生不是模型，生活不是線性，壓力不是固定的。
每月幾千就能財富自由不是完全假，但對大多數人來說，這樣的推算更像是一種理想狀態的幻想，而不是你的人生實況。你的人生並不會包含在 Excel 裡估算出來。第三個真相，你不是機器人。談到投資，許多人會把希望寄託在那些看似很美好的推算上，只要每月投入固定金額，只要維持紀律，只要照着複利的節奏走，30年後自然會迎來財富自由。但這些推算最大的問題從來不是數學，而是它假設你能像機器人一樣永遠冷靜、永遠穩定、永遠照計劃執行，這與真實人生始終存在巨大差距。在推算的世界裡，市場每次下跌都是機會，都是便宜貨。然而在現實世界裡，市場每次下跌帶來的都是恐懼。當賬面出現虧損，無論是 10%、20%， 甚至更多，你第一時間想到的不是撿便宜，而是懷疑跟害怕。我是不是買錯了？是不是要崩了？是不是該停扣一下？有這些想法很正常，因為你不是模型，你是人。你會擔心未來，你會害怕失去，你會對不確定性感到焦慮。更諷刺的是，市場上漲時，你也不一定感到安心。看着價格節節上升，你會懷疑現在是不是買太貴，會不會一買就套牢，會不會再等等會更低。於是你選擇觀望，選擇停扣，選擇等一個自認比較好的時機。但市場不會為你準備完美的低點，往往是你一直在等待，卻錯過了整段上漲。情緒的拉扯會讓人停扣、猶豫，甚至在市場最不該賣出的時候退場。你可能以為這是少數人才會犯的錯，但事實上，這才是大多數投資人在市場裡無法活久的重要原因。不是因為他們不懂投資，也不是因為選錯了標的，而是因為心態無法承受市場的波動。推算裡的複利建立在不中斷的前提之上，然而真實的人生裡，中斷是最常發生的事。跟前一段講的，你會突然生病，你會突然失業，你會突然需要一筆大額開銷，你會因為家庭因素不得不降低投入。生活的不確定性永遠比模型更大，而每一次的不確定都可能迫使你停扣甚至賣出。也因此，在模型裡存在的那些漂亮平滑的上升曲線，到了現實裡往往變成充滿岔路與坑洞的山路。模型假設你每個月都能穩定投入，現實卻可能讓你1年裡有3個月不得不停止投資。模型假設你報酬率長期維持在 7%、8%， 確實卻可能讓你連續3年看到負報酬。模型假設你可以毫不動搖地堅持30年，確實卻可能在你3年內就被市場的波動打敗。真正讓複利失效的不是市場，而是人性。複利要求的是不中斷，而人性充滿了容易中斷的理由。複利要求的是穩定，而人生永遠不穩定。複利要求的是理性，而人永遠有情緒。你做不到模型能做到的事情，不代表你不努力，也不代表你不適合投資，而是因為你終究是人，而不是一台沒有情緒、沒有壓力、沒有生活波動的機器。所以，如果這3點有部分或是完全符合你現在的狀況，請簡單留言，就是這樣，讓我知道你的痛處。而接下來我也會分享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事，包括你輕鬆破解這些困境。在前面我們把真相拆得夠清楚了，推算太美好，現實太複雜，人性太脆弱。既然如此，一般人到底要怎麼做，才能真正靠投資為自己累積出人生的安全感？答案不是變得更聰明，也不是追求更完美的模型，而是找到一套人在現實生活中能長期執行的方式。而這套方式其實只需要3件事，只要你能做到，你的財務人生會在10年內出現非常明顯的改變，20年後更會遠超出你現在所能想象的程度。第一件事，強迫自己每月投入足夠大的金額，這是所有方法裡最不華麗、最不花俏，但最有力量的一個。很多人以為投資的關鍵在於報酬率，但真正打開彼此距離的是投入金額。如果你每月只能投入1-2千，再怎麼努力，複利都很難真正發揮效果。複利看起來很神奇沒錯，但它最需要的是一個能讓它加速的大本金。也就是說，你要讓自己每個月投入一個能把自己推往期待未來的金額。對多數上班族來說，1萬元是一個很好的基準點。如果你現在做不到，那就從5000開始，並且預先答應自己，只要收入提高，就一定要把扣款跟着提高，薪水調升多少，投入就跟着提高多少。這種方式表面上叫提高儲蓄率，本質上叫強迫儲蓄。
他不是把剩下來的錢拿來投資，而是先把錢投資出去，再用剩下來的錢生活。這樣做聽起來有點痛苦，但它之所以有效，就是因為它逼你超越原本的生活慣性。你會開始檢視不必要的支出，開始學會取捨，也開始養成先為未來存錢的習慣。真正能變有錢的上班族，不是薪水最高的那一群，而是強迫自己每月固定投入金額的那一群。他們知道自己不是天生富裕，也沒有超高收入，所以只能比別人更早開始，更努力累積本金。而這件事情不需要天賦，只需要一個決定。第二件事，全力定期定額美股指數型 ETF， 越簡單越有效。選擇性越多，執行力越低。儘管市場上有無數投資方式，但真正適合普通人的方法極其有限。綜合回測、難度、長期穩定性、風險報酬比，對大多數人來說，最實用的方式就是定期定額美股指數 ETF。VOO、QQQ、BTI、BT 都是適合長期持有的標的。你可以選一檔，也可以依照風險偏好選2到3檔，但最好不要超過3檔，因為越多檔不代表更分散，反而讓你越容易混亂，越難堅持，也更容易在市場波動時失去信心。投資其實不是比誰看得懂更多資料，而是比誰能把事情簡化到最容易堅持的程度。最怕的不是你賠錢，而是因為你為太複雜、太焦慮、太被雜音干擾而放棄。選定之後就要扛住雜音，靜靜地向前走。市場每天會有不同的聲音，有人叫你加碼，有人叫你提購，有人叫你換標的，也有人告訴你世界快要崩潰。但如果你每次都被影響，那你永遠無法讓複利有效積累。你用複委託做定期定額，也能減少手續費，減少操作次數，減少情緒干擾。一個上班族不需要盯盤，不需要買進買出，不需要周周調整，只需要持續把錢投入市場，就能搭上長期經濟成長的列車。把投資變簡單，你才有辦法把它變成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壓力的一部分。第三件事，努力提升收入，這是改變速度的唯一關鍵。這件事的重要性遠遠高於前2點。你每月投入5000和投入1萬，你的差距是1倍。但你每月投入5000跟投入2萬，你的差距是4倍。如果你每月投入3萬，那你的複利飛起來的速度會完全不像同一條跑道上的人。當你收入增加，你的投資速度會以倍數成長，而不是線性成長。也就是說，你每提升一點能力，每換一次更好的工作，每再加一點收入，都會讓你的財務未來跳一級。提升收入的方法有很多：閱讀、上課、考證照、跳槽、轉職、學新技能、創副業、寫履歷、練面試技巧、善用職涯機會、進入更高薪的產業。這些聽起來不直接跟投資有關，但他們的效益絕對比你花時間只要拿一檔 ETF 的報酬來得重要10倍。因為當你的月收入從3萬變成5萬，從5萬變成7萬，你的投入的金額不只是增加，而是能讓複利真正發力。人們常講要錢滾錢，但如果沒有錢就滾不了。而錢從哪裡來？不是投資帶來，而是工作帶來。你要的是讓自己的賺錢能力和投資能力同步提升。只有收入提高，你才有機會把投入金額拉到複利真正花費力量的區間，這才是真正的加速器。這3件事看起來平凡，但它們組合起來的力量遠比任何複雜方法都強。不是因為它們神奇，而是因為它們做得到。真正有效的投資方式，不會要求你成為機器人、超人或天才，而是讓你在現實生活中仍然保持穩定的步伐。你每月投入足夠大的金額是基礎，你定期定額美股 ETF 是工具，你努力提升收入是推進器。這3件事構成了一條普通人也能走，而且越走越快的財富道路。而你現在需要的只是選擇開始。所以，如果你願意現在就開始的話，請簡單留言開始，讓我知道你的決心。接下來我會用我的經驗告訴你，如果現在開始做，你會有什麼樣的未來。當你真正用前面3個行動規則把投入金額穩定起來，把投資方法簡化起來，再用提升收入的方法把速度加快，即使你不需要30年，也不需要等到退休，你會在前10年就看見巨大的改變。首先，你會開始從迷茫變得踏實，而這種踏實感不是來自報酬率變高，也不是來自 ETF 上漲，而是因為你知道自己每個月都確確實實把錢放進未來。你不會再依賴預期息的希望，
而是開始依靠自己累積的安全感。這是一種真正的改變人生底層的力量。接着你會發現你和同齡人之間慢慢拉開差距，他們可能還是每年在煩惱存不到錢，或仍然停留在薪水用完就好像沒存款的循環裡。但你不一樣，你的資產會逐年增長，你每年的投入金額也會因為收入提升而提高。這種差距不是1-2年看得出來，而是在第5年、第8年、第10年時會突然變得非常明顯。你可能還沒有財富自由，但你會開始擁有一種生活變得更輕鬆的自由。例如，你在面對突發狀況時，不會像以前那樣恐慌，因為你知道你有一定的資產與現金流支撐自己。你在面對換工作、跳槽、搬家、學新技能時，也會更有勇氣，因為你不是從零開始，而是有一個實實在在的財務後盾。這種自由不是豪華的自由，不是去環遊世界，不是想買什麼就買什麼，而是心安的自由，是一種你知道自己未來會越來越好的自由。到了20年後，你的人生會變得非常不一樣。你的資產會因為複利、因為薪水提升、因為長期投入而變成一個不小的數字。也許不是財富自由，也不一定是千萬富翁，但你一定會成為那種讓同齡人羨慕的存在，那種穩穩的、有秩序的累積財富，不炫耀、不激進，但總能讓你覺得你的人生走得比別人更穩、更可靠的人。更重要的是，你會徹底理解一件事。真正的財務成長不是來自某檔神奇的 ETF， 不是來自一次暴富，也不是來自每年固定報酬奇葩的模型，而是來自你過去10年、20年做的那些毫不起眼但從未停止的事情。每月投入一筆錢，每年把投入金額提高一點，保持耐心，保持穩定，保持前進。這些行為看似普通，但他们會在時間的作用下變成極其強大的力量。10年後你會看到它的效果，20年後，你會徹底感謝當時做出那個決定的自己。你的生活不會因為投資變成童話故事，但它會因為你的紀律、努力與堅持，變成一個有安全感、有選擇權、有底氣的人生。而這永遠比任何一個幾千元就能財富自由的模型更真實也各自的追求。財富自由不是騙你的，更不是那些推算裡畫得過度美好的幻想。它確實存在，但遠比你想象中更現實，也比你以為的更需要努力與耐心。財務的未來不會因為你每月投幾間就突然變得很輕鬆，而是因為你在這條路上做了很多看起來很普通、很持續、很踏實的選擇。真正讓你變得不一樣的，不是一夕致富的奇蹟，而是你願意開始投入一點，願意在每年收入提升時調高一點，願意靠學習和跳槽多賺一點，願意在市場波動時堅持久一點。這些不起眼的決定會在時間的推動下慢慢累積成你未來最大的底氣。複利的力量不會在你焦慮它、盯着它的時候發生，而會在你保持投入、保持冷靜、保持前進的時候自然展開。你要做的不是猜市場，也不是追神奇標的，而是讓自己穩穩的留在市場裡，用現實做得到的方法，一步一步把安全感堆疊起來。最後你會發現，你不是靠奇蹟變有錢，而是靠長期做對的事情，讓複利替你完成剩下的路。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最後還是要麻煩你幫我按個讚，讓這部影片可以被更多人看到，讓更多人一起賺錢。如果你對美股定期定額有興趣，也請務必訂閱我的頻道。我每個星期都會分享投資美股還有 ETF 的心得，有興趣的你千萬不要錯過。我是 L， 那我們下期見。